天是9月26号，然后现在又要去回诊了。今天有多一个人陪我回诊哦。完了，我以为我快要结束了，但其实还没。反正呢，这个有点太多了，我们等一下要先去忙别的行程。我之后再回棚内跟大家讲解。棚内？那你谁啊？嗨，今天是9月29号。是我上次回诊的第3天，我发现我上次太早立 flag 了。我上次不是说现在要且看且珍惜，可能我应该快要拆牙套了嘛？但是呢，这是我在回诊的时候，因为我们上次不是有拍 X 光嘛，然后这次呢，牙柱就有开我上次拍那个 X 光，然后我就很想要把它用手机翻拍下来，我就问医生说，我可以拍我这个 X 光片吗？他说可以啊，但是我们要调整的东西还很多，这个还算没有不是最 final 的。我想说哈，竟然还有很多要调整的，所以呢，也许牙套季季还可以再活个几季。然后最近我在回诊之前，我就有发现一个小问题，就是我下排牙齿内侧的牙根有点浮出来了。然后我就是搭配着看我那个 X 光，发现我下排左边有一颗虎牙，它其实牙根是有点歪歪的，所以我就在猜，是不是因为它的牙根歪歪，然后挤到我下排门牙的牙根，所以它才会有点浮出来。然后这次呢，医生就有帮我把下排，我不确定是不是有2颗牙齿重粘，但是我很确定的是虎牙一定有重粘。它矫正器可能是为了要跟我的牙齿 align， 所以就重粘了。可能原本因为我牙齿太乱的关系，它就是没有粘到非常正，它就这次就重新帮我粘，然后让我的牙齿可以回正。然后回正之后呢，我就突然某一天的某一个时刻感觉到我的牙根自己退回去。这次除了重粘矫正器之外，还有重新装线。上排呢原本医生说下次再磨牙齿，但是他后来看了一下，好啦，还是这次再磨一些好了，所以他又帮我磨了一些牙齿。我真的超讨厌磨牙齿，磨牙齿真的好不舒服哦。但是每次磨完之后，我会觉得牙齿有变好看。我上颚不是有打一个骨钉，为了退我上排嘛，这次有换一条橡皮筋。这次回诊没有想到我竟然牙齿痛了好久，我到现在还是有一点点感觉。然后刚换完的第1-2天，我牙齿只要稍微一敲到，我整个就会被电到的那种痛啊！我真的好久没有这种感受了。所以其实我的牙齿虽然看起来很整齐，但是其实里面还有很多细节是要弄的。目前大概就是这样。确实，我觉得我的咬合是有一点歪歪的，而且自从我的下排变整齐之后，我这样看，我真的很明显的感觉到我的下巴这2边的长度真的不一样，而导致我下排会有点歪歪的。因为这次调真的蛮多的，所以也许下一次再看我的牙齿又会蛮明显的一个改变。补充一点，我下排左边的虎牙确实是有点歪歪的，就是它是自己这样子歪，所以它没有办法跟大家真的很像是围在一起开会的感觉，它有点像是自己转到旁边想跟旁边的朋友讲话。现在呢，应该是要把它转过来跟大家的方向是一致的，所以这次会有那么痛。好，那这次更新就到这边，下次更新见喽。还是给医师看一下比较好。哦，好，那早上体压几点？早一点晚一点。那就可以了，谢谢。
嗨，大家，今天是11月16号，然后距离我上一次回诊已经过了1个礼拜了。然后我想说这次隔久一点再分享，就是可以经历过比较多的状况。之前好像都是隔了大概1-2天就再跟大家更新状况，就没有办法很完整的陈述一些就是回诊之后会发生的事情。然后在讲上次回诊做了一些什么项目之前，我想要分享就是我在更上一次回诊完之后，后来过了几天，感觉这边有一颗小臼齿。没有啊，小臼齿已经被我拔掉了。小臼齿旁边那一颗，就是它感觉有点像是被牙齿被拔出来，然后每次咬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牙齿是松松的，然后会这样子一直被挤压的感觉。那时候我就觉得很紧张，想说我会不会那颗牙齿就掉了？但后来发现，其实也没有怎么样。过了一阵子之后，那个我牙齿的骨头又长回来之后，那个感觉又没有了。反正我后来也是有点忽视它，我也没有怎么样。就是过一阵子之后，它就好了。现在就完全感觉那颗牙齿就是很正常。然后我这次又想到，其实我一开始很前期的时候，刚上排，然后门牙那时候，因为我的门牙也算是蛮乱的。刚排正了之后呢，我左边的这颗门牙，其实它敏感性牙齿很长一段时间，冬天的时候吹到冷风，牙齿就会超痛，不然就是运动的时候不是就是会血液循环很好嘛，然后那时候我会觉得牙齿胀胀的，反正这件事情其实持续了蛮久一段时间的，然后直到最近我才发现，我的门牙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因为我这中间有刷那个舒酸锭的关系，因为这件事情，我就特地每天都会刷舒酸锭。反正我这个门牙这个状况已经改善了非常多，应该不能说非常多，现在已经是几乎是没有这个状况了。所以呢，我发现好像在矫正牙齿之间，就是会发生这种插曲，但是呢，这些都其实是暂时的。我之前还在很担心，说我这颗牙齿会不会永远都这样，会不会黑掉之类的，会不会其实已经坏死了？但是证明呢，这些都是暂时的，有疑虑还是可以问医生。但是以我自身的经验来说，都是暂时的。但我觉得如果不放心的话，还是要去问医生，看看状况是怎么样比较好。然后现在分享我上次回诊做了哪些项目。这次回诊好像弄了蛮多东西的，就是一开始是下排先调线。不是换线哦，是调线。这个等一下跟你们说，我发现一个很酷的事情。然后再换橡皮筋，然后上排也是调线加换橡皮筋。把那个线拿出来的过程中，也有帮我在磨牙齿，因为每一次都会磨一点一点，就只有磨上排而已。然后也是有换橡皮筋。然后我这次呢，看回放的时候，很酷的一件事情，竟然我好几次以为有换线，但其实不一定其实我每次在观察我矫正器的时候，都会发现，为什么那个就是有个凹，就被凹到的感觉，不是真的是平的，是有转折的。然后我想说啊，是被我牙齿凹的吗？就是我的牙齿因为歪歪的嘛，所以它就会被凹成一个不是平的线嘛。然后这次呢，回放发现是医生凹的耶。这次竟然我2条那个铁丝都没有换，他只是帮我凹折那个线，又重新装回去。然后呢，我就看到这边有红红的麦克笔的记号，怎么刷都刷不掉，可能是被我的橡皮筋盖住了。然后我看回放发现，原来是医生在做记号，所以呢，我这次。可能之前也是吧，没有换线，是医生把我的原本的铁丝把它凹了一些部分的调整之后再重新装回去的。然后原本医生说上2就是拉我上排往上往内拉那个橡皮筋，原本说这次不要换，结果他后来又改口了，他又说这次还是换1条好了。所以呢，里面的上2的橡皮筋我也换了1条。没想到这一次回诊之后，哇！也很痛不知道为什么这几次回诊都真的感受蛮明显的，搞不好我以为快要结束了，其实不然，我每一次都还是有很多可以调的东西，所以我每次才那么痛。然后我也好几天就是吃东西也是有一点障碍哦。我发现还有一个我每次换上2橡皮筋都会遇到的超级痛苦的一点，就是每次我那个橡皮筋它都会压到我的牙龈肉上面的牙龈肉，反正就是一直压很长一段时间，整个很像是淤青的感觉，然后很不舒服，然后又有点肿起来。可是呢，你又不能拿它怎么样，因为它就是在那边，你就是只能等橡皮筋离那个你的牙龈远一点之后，你才会有所改善。大概最痛苦的地方就是这一些。从上一次回诊，原本觉得
右边这边的下排空隙很大，然后这次医生应该是有帮我加强，有啦，我有感受到，他加强绑这边右边的橡皮筋，所以我右边的缝有关起来了，所以现在是感觉比较平均了。我以为我的矫正之旅到尾声了，但感觉明年至少还会半年吧，我猜。然后 by the way， 我牙套贷款到下一次回诊就结束了，我只剩5000块了，耶！明年我每个月又多了5000块的零用钱了。好了，这次的更新都到这边，我们下一个更新见。我忙到忘记刷牙了啊，可恶！才刚要出门而已。好像有装新东西哦。今天是12月27号，先祝大家圣诞快乐跟新年快乐。自从我上次回诊已经过1个礼拜了，然后现在跟大家更新上次做了哪些项目。哎，反正现在回诊不外乎呢，就是磨我的牙齿，挑我的三角缝，然后上次有说每一次有拔我的铁线，不一定是真的有换铁线，可能是医生有帮我凹铁线，然后再把它装回去，去调整目前牙齿的样态。反正磨完牙齿就一定会缠橡皮筋嘛。但是呢，这次有所不同的是，第一，我上颚的骨钉的那个橡皮筋，这次医生说就不要再拉了，所以就不会再去把我的门牙往后退这样。然后再来还有一点更特别的就是，之前我不是有讲过，不知道哪一集啊，我讲过我对于我的下排牙齿的这个黑三角很困扰嘛，然后医生不是还劝退我说他不会去磨我的下排牙齿，因为我的下排牙齿太小了之类的。但我强烈怀疑医生应该也是看不下去我下排牙齿的黑三角，所以呢，他这次他就突然弄一弄就说，下排牙齿我还是帮你磨一下好了，所以这次医生竟然有帮我磨下排牙齿，体感是觉得黑三角有好一点，但是之后也不会磨得太夸张这样，因为我下排牙齿确实是非常小了。之后我觉得上排牙齿还是会继续磨啦，毕竟我真的上排牙齿真的太大颗了。然后这次下排的橡皮筋，医生没有帮我全部拉起来，他只有拉我右半侧的橡皮筋，感觉是要把我的牙齿往这边拉。然后我这边要做一个大胆的猜测，因为我左边下面的有一颗虎牙，它是有一点偏转的，所以我猜呢，医生可能是想要帮我把那颗虎牙的空间再拉出来一些，所以把我的牙齿先往拉过去，然后之后要帮我矫正我的那一颗虎牙的偏位，我猜是这样子啦。这次好像就没有什么其他太大的调整了。然后痛感的话，大概就是1-2天这样。咬东西确实是会很痛，但还算是能忍受的范围啦。反正我就大胆预测，明年2026年开始会帮我调我的旋转的虎牙。也许调完之后呢，我就会进入这个最后阶段。我记得好像每个人戴牙套的人，就是在最后阶段都会拉2条橡皮筋去调咬合，这样子拉这样的橡皮筋。我小时候看到有同学戴这种橡皮筋，我还以为那是他牙口水看稀。我希望我明年2026年有机会可以拆牙套，拜托拜托拜托！希望大家呢可以一起陪我走到我的拆牙套的最后一里路哦。好，那这一季就先到这边了。2026年迈向拆牙套之路吧，大家拜拜。我上片的时候应该有2年。大家拜拜，我们下一季见喽。